今天的手机能否通过一颗高像素的主摄就能达到比较好的变焦效果呢？很多人在留言里问过这个问题啊，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正好真我推出了一款新的手机，就是真我11 Pro Plus。它在宣传中呢，就说它用这颗2.1像素的主摄就能达到比较好的变焦效果。那在它旁边的呢是三星 S23 Ultra， 它也是一颗2.1像素的旗舰手机。三星 S23 Ultra 的远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真我11 Pro Plus 上的这颗2.1像素的感光器，就是三星给它提供的。那下面呢，就来看看这两台售价差了非常多、后摄的镜头差了非常多的手机，在影像上的差别是否也非常大呢？那正式测试前，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瞎拍些照片啊，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不用问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重要。那下面就来看看它俩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呗。真我11 Pro Plus 后摄3颗镜头，其实也能说是2颗啊，因为它那颗微距镜头实在是太小了。那三星 S23 Ultra 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它有3倍的中焦和10倍的长焦。那这次真我11 Pro Plus 它用主摄的数码变焦，能达到 S23 Ultra 3倍镜头的效果就已经很不错了。咱们后面看看啊。现在就是真我11 Pro Plus 的拍摄界面，它给了一个2倍焦段和4倍焦段，但是注意啊，它没有这2颗镜头，它都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在高清模式中，它有5000万像素和2.1像素的拍摄选项。那后面呢，咱们也看看它的实拍效果。那下面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2台手机。从参数上看，2台主摄的差别呢，就在感光器的型号以及感光器的大小上了。虽然说都是三星的感光器啊，但是型号是不一样的。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颜色就是成像风格呢，真是非常的接近啊。那中心解析力呢，也可以说是相当的接近啊。当然这是普通模式。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那对于拥有这台真我手机的用户来说是个好消息啊。它的主摄镜组光学质量还是不错的，那说明在镜组的成本上，这台手机还是花了些钱的。跟很贵的旗舰机比呢，镜组的光学质量也没有什么劣势。再看一组对比，这回成像风格就是颜色方面还是非常接近的，但是这回中心解析力方面，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三星的更好一些。另一边的边角画质把控依旧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那下面就是重头戏2.1像素的对比了。虽然说他们的高清模式最高都是2.1像素，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啊，还是明显不如三星的2.1像素的。而且呢，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都是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时候，如果仔细看的话，解析力也是不如三星的。不过我觉得这也正常，他们俩差了多少钱呢，是吧？再看超广角镜头，从参数上说呢，真我在超广角上就比较省成本了。首先呢，这颗感光器的原生像素就不高，还有就是镜组啊，它的等效焦段只有15到16毫米。从实拍样片上看，颜色还是稍微有些接近的，对吧？就是视角的差距有点大。那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呢，就是真我这台手机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你还别说啊，真我的表现还不错。别看它只有800万像素，但是跟1200万像素的三星超广角比呢，解析力还差不多啊。虽然说它的视角不够广，它的物体拍摄的会比较大，但是它的表现呢，在800万像素里呢，也算不错了。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虽然说真我的超广角视角比较窄，但是它的边角画质依旧不行。那看来超广角省成本确实是挺省的。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吧，
这回跟主摄一样，第二组的对比中呢，在解析力方面就看出来了，还是不如三星。另一边的变焦画质也没有悬念啊，在镜头的光学质量方面也是不如视角更广的三星的，省成本吧。再说微距，真我这边倒是有一颗微距镜头啊，专门的微距镜头，但是它只有200万像素，有点凑数。从实拍样片上看，如果不放大看的话，真我那边的表现还不错哈，最起码颜色什么的都挺好看的。但是一放大看就不如三星了。三星的超广角解析力最高的镜头就是超广角镜头，它是1200万像素的，差别呢还是很大的。好，按照顺序应该是中长焦镜头了。那中焦这块，三星有一颗3倍的中焦镜头，长焦有一颗10倍的长焦镜头。真我这边呢，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了。对比，先看2倍焦段的对比，它们俩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好消息是，真我的解析力就是比三星的强，虽然说锐化重一些。坏消息是，三星的2倍数码变焦是相当次的啊，是台手机就比它强，赢了它呢没什么光彩的。真我的下一个长焦焦段给出来的是4倍，三星呢是3倍的光学镜头。在解析力方面，你还别说啊，虽然说光学镜头的三星更厉害，但是真我的这个4倍数码变焦的效果呀，比我想的要强。那现在都是4倍数码变焦了啊，但是三星是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真我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解析力方面呢，真我还是不错的，就是暗部细节没有三星的强，差的很多。10倍焦段的对比就没有悬念了，三星是有一颗10倍光学镜头的。放大看呢，其实真我的表现已经出乎我意料了，但是跟三星比呢，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前摄自拍用的就是相机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用人像模式啊。但是真我呢还是有些磨皮的，三星那边比较还原，而且呢也比较黑。我估计三星可能是觉得，要是有黑哥们自拍给拍白了，那人家不得王德发呀，是吧？那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自拍效果呢？前摄录像这块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三星这边是又清晰又稳定，真我那边呢晃得有点厉害啊，其实清晰度还行。人像拍摄用的就是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别的。那三星上期说了啊，是不是我戴帽子的原因呢？拍的脸这么的黑。那真我那边倒是真够白的，但是这个白呀都有点漏光的白了，反正整体的效果呢，要我说还是三星那边更好。那你们觉得哪边更好呢？直出宽容度的对比就简单说一下吧。真我11 Pro Plus 这台手机宽容度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虽然说有些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是不如三星的，但是随着场景的难度增加啊，就会发现真我的手机整体的效果是要强于三星的。只不过坏消息是，三星 S23 Ultra 这台手机的直出宽容度效果是很差的，赢了它呢也没什么可高兴的。下面说点夜景啊，先夸一下真我11 Pro Plus 这台手机，虽然说它是实惠的手机，但是厂家依旧没有忘了给它加入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功能，这样呢，无论多暗的场景都可以快速成像。这点对于有孩子有宠物的朋友可以说是好事，永远不会有自动夜景跳出来给你捣乱。在都是直出的情况下，真我在第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可以说跟三星是旗鼓相当，这点非常不错。超广角呢跟三星比呢，就是亮部细节稍微差一些，场景的难度再增加一些，主摄的表现跟三星比，这回亮部细节也差一些了。那超广角呢，还是亮部细节的问题啊，跟三星比差一些。这个场景的难度是不小的啊，老观众是知道的，亮部跟暗部的差距非常大，在直出的表现上，真我跟三星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像这样比较难的场景呢，真我就要打开自动夜景或者夜景模式了，这样的话呢，还是可以抗衡三星的直出的。这个场景在直出里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它非常的暗，但是光比不是非常大啊。真我这边的表现，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跟三星比呢，只能说只输一点点啊，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到了真正暗的环境呢，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像这种非常暗的场景，真我这台手机就算打开了夜景模式，也是无法跟三星这种旗舰手机抗衡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也就是这个效果，1080p 30帧。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防抖的表现，可以看到真我那边的防抖还有清晰度是不错的，就是抗眩光呢稍微差一些。超广角的表现，真我这边在清晰度还有防抖上都是不错的，但是在宽容度的表现上是没有三星好的。现在是2倍端的录像表现，真我在拍摄界面里呢，最高就给到了2倍，连4倍都没有了。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真我这边的锐化比较重，而且防抖也没有三星的好。现在是10倍端录像的表现，就是真我录像的最大变焦倍数，在解析力还有防抖方面跟三星都是没法比的。现在是主摄夜晚走路的录像表现，可以看到真我那边的清晰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暗部细节呈现还有防抖都是没有三星好的。现在是超广角夜晚的录像表现，真我那边的防抖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跟三星比呢，肯定还是不行。
工业设计方面，真我11 Pro Plus 的后摄造型呢，也是采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圆形，只不过它跟旗舰机比呢，这个圆形的面积还有凸起的高度呢，都稍微小一些。那屏幕方面呢，就不用比了。总的来说，在使用中呢，我觉得真我11 Pro Plus 的屏幕效果还是不错的。机身厚度方面，真我虽然说不是很薄，但是整体的重量控制的还不错啊，200克以下。至于具体的硬件参数，还有游戏啊、发热、跑分啊这些性能方面的东西呢，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次的对比。这次真我11 Pro Plus 跟三星 S23 Ultra 的对比呢，有预料之中的，也有预料之外的。预料到呢，就是主摄的分辨率。那真我11 Pro Plus 的2.1像素肯定不是三星 S23 Ultra 的对手，还有超广角的表现呀、微距跟夜景的表现呀，还包括前摄、人像等，这些我都提前知道结果了。但是偏偏预料之外的就是真我这次的宣传重点，单镜头的数码变焦效果是比我想的要强的。虽然说4倍之内啊，还是没有 S23 Ultra 的强，但是解析力的表现呢，已经达到了可用的地步，这点还真的是很好的。而且2倍的效果也比 S23 Ultra 的好，主摄的光学质量也是不错的。那所以结合售价呀，真我11 Pro Plus 的表现我还是认可的。OK， 到结尾了。那看完前面的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可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